然而不等魏婴听清他们的内容，脑门被敲了一个栗子。魏婴呆愣了片刻，呆毛跟着晃了晃。魏婴眼神迷茫地看向敲栗子的周云。周云顺着魏婴的眼神欣赏了一下自己的手，修长，就是指甲需要修剪一下了。周云甩了一个白眼，让魏婴自己揣摩去。魏婴可怜巴巴地望向蓝湛，蓝忘机轻轻揉了揉他被敲的额角。魏婴，你刚刚魔怔了。蓝忘机不是没有注意到，相反魏婴状态一不对劲，蓝忘机便进行了喊话，试图让魏婴清醒过来。然而无论喊话还是输送灵力，都未能使其清醒过来。周云见状，用了民间最简单喊人的方法，以痛唤之，效果是显而易见的，果然是民间大智慧。啊呀呀呀呀！声音来自东南方。魏婴和蓝忘机两人面面相视，一个念头浮上两人心头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两人飞快地朝着声源跑去，碧晨随着蓝忘机前进的步伐迅速出鞘，对迎面而来的活尸进行了攻击。魏婴更是干脆利落，对着不知死活拦路的尸身呵斥一声滚，那些尸身便滞留在了原地。周云看着急如闪电的两道身影，所过之处活尸不是进入休眠状态，就是被泛着蓝光的灵力束缚住，震惊之余又莫名添了一丝欣慰。左右自己也做不了什么事，纵身一跃选了个视野开阔的地，看着两个人大杀四方。周云居居高地，对下面的情况自是看得清楚。蓝小公子，在你的西北方3-4里处有人要跑了。蓝忘机闻言，操控着碧晨朝着该方向狠狠拍去。砰，重物拍落的声音，碧晨的重量一般人根本无法挪动，但必须速战速决，对方跑一个就是祸患。魏婴，小心背后！周云拿起酒葫芦狠狠朝着那人腰间砸去。哎呦，哪个放阴枪的？黑衣人来不及分辨声音来自何处，便被魏婴一脚踹在地上。魏婴眯起一双好看的桃花眼，瞳孔泛着妖异的红芒，给我老实点。魏婴和蓝忘机在战斗几分钟后，控制了5名黑衣人，成功解救了那些尚未进行惨无人道实验的人们。蓝湛，不对啊！魏婴再次点了点这里的人数，回想了一下刚刚2拨人。蓝忘机拿起碧晨斩断多余的绳索，随后问道：其他人呢？周大哥，你有看到其他人跑吗？魏婴朝着屋檐上的周云挥了挥手问道。周云叉着腰哼哼道：这战场不是归你们两小子，怎么问起我这个场外的来了？周云说完，拿起一块瓦片掰成4-5份，朝着几具装死的尸体砸去。这一个，那一个，装死还会上瘾呐！做着缺德事，还混在尸堆里，也还能憋得住气。说话归说话，周云还是很佩服对方的心理素质。周云都是往痛穴砸去的，几片落下，响起几处哀嚎。魏婴不由笑了起来，侧身撞了撞蓝湛：蓝二哥哥，来活了！蓝湛看着不断挤闹着自己的魏婴，耳朵红了起来。蓝湛，蓝家二公子。黑衣人显然是不认识姑苏蓝氏二公子的，但是却对蓝忘机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。魏婴冷冷地看着那人，阴恻恻地说道：怎么，藏着什么大秘密呢？蓝二公子痴情夷陵老祖，而夷陵老祖早已身故。看你这一身黑衣带红色的衣料，你是魏无羡的替代品。哈！魏婴看着老神在颇有隔壁八卦大婶模样的黑衣人，一时半会还真不知道作何反应。痴情，替身爱人。蓝忘机回到魏婴身边，自是听见了此事，但也知魏婴复生之事少，一人知道便多一份安全。蓝忘机对于痴情2字自然是听得骚得慌，强行冷静对着那不知死活还在散播八卦的黑衣人放射死亡凝视。魏婴盘坐在地上，如捧哏一般的哄骗对方多说一些。周云也默默捡起了之前砸人的酒葫芦，凑近了一点，听听那些不为人知的2、3事。但是那黑衣人也意识到主人公之一蓝忘机在场，看着蓝忘机冷哼了一声，仿佛在看一个名门世家里的傻子。这冷哼可生生阻断了魏婴吃瓜的兴趣。魏婴踢了他们几脚：蓝湛，这些人怎么处理？带他们去江家，交给江宗主处理。蓝忘机一时不知该怎么称呼魏婴，左右思量一番，远道公子可在客栈等候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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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魏婴笑弯腰，捂着肚子敞开了嗓子狂笑。狂笑过后，魏婴清了清嗓子，双手抱拳道：
那有道便在客栈等候蓝公子了。此时，周云出声道：“远道，我们先走吧，这里交给蓝公子更好。”魏婴轻轻拽了蓝湛的衣袖，凑到蓝湛耳边说了一下客栈地址，也没看对方的反应，便乐呵地跟着周云走了。蓝忘机冷冷看着坐在一起的几名黑衣人，刚刚说自己和魏婴是一对的那人是为首的头。你刚刚所言是哪里听来的？蓝公子，我之所言几分真，刚那有道不知，你总该知道吧？那人约是仗着知晓些不足外人道的秘闻，便肆无忌惮地打量挖苦起了蓝忘机，真是可怜呐！胡言乱语！蓝忘机对着几人直接施展了禁言术，几人嘴巴叽里呱啦动着，像是说了一大堆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